欢迎来到我们正经参考的频道啊！咱们频道从3月份开始到现在已经将近7个月的时间了。在这个7个月时间里面，我们累计更新的这个视频也是将近400支。这400支大家可以当做案例的分享。在这些案例当中呢，我们也是重点讲到了波浪理论的规则以及形态学的这些结构，比如我们常见的终结楔形、引导楔形535锯齿、333的双重三浪，以及3重三浪、335的平台形，以及5个3的三角形。记住这些结构和形态，有利于我们后期发掘行情当中的波段机会，让我们知道我们当下处于何种位置，后期应该如何应对。那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支票是来自于我们的会员约稿，是港股的广发证券。这里我们要带着几个问题。此广发证券从6块钱开始的上涨，它是以推动浪的形态出现的，还是以反弹浪的形态出现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截止到目前运行到了反弹浪或者是推动浪的哪一个阶段？上方的空间目标大致位于哪里？后期想要再次中途上车介入，我们需要配合什么样的一个结构形态出现之后，我们才能再次动手？那么我们带着以上几个问题展开本次的话题。那当然我们还是要从它上市之日起开始的这一波大结构去梳理它。上市之日起的这一波大结构，目前整体走势结构这个比较清晰的五波形态，但是这里我肯定不会把它当作是一个无浪推动。如果我们对于后期中国的牛市有足够的信心的话，那么这里从6块钱向上截止到目前的走势的话，它不应该仅仅是一个反弹，而是一个反转。所以这里整体的向下的一个调整结构我个人感觉，或者我个人更愿意把它看作是一个调整浪的一个结构。那如果按照调整浪的结构来看，那么此处的调整，从我个人角度，我可能会把它认为是一个3重三浪的一个形态 WXYX 最后下跌的一个 Z 浪。因为只有前期这波下跌是调整浪的一个结构，后期从6块向上才能发展出一个推动浪的一个形态和结构。这是两种认定情况下最大的一个区别。也就是说，我只要保持我对中国股市后期牛市的一个足够信心，那么后期港股的广发证券是一定是要创出历史新高的。好，那么按照这种思路预期，我们往下去发展。从当前的走势来说，它已经运行了6块钱开始运行了3波的一个走势。那后期按照推动浪的结构，它有可能会向上发展出一个五浪推动的一个形态，或者说这个五浪推动形态仅仅是上涨当中的第一大浪，等这个第一大浪全部走完之后它会合并为更高一个级别的大一浪，再经历一次漫长的2浪调整，再向上再走3浪、4浪、5浪大级别的3浪、4浪、5浪。那其实按照这个结构划分，那目前我们认为，当前我们只是处于其中次级别的这3浪当中那这里我们就要看一下这波3浪向上的空间幅度或者上方的压力目标位于哪里。首先还是借助黄金分割，其次我们再用一下波浪尺，对比一下1浪和3浪的一个幅度比例关系。那通过黄金分割和波浪尺，我们看到上方的短期压力有好几个，22、23以及25块4，或者是前高27，这些位置都可能成为广发证券上涨当中的局部走势的压力。至于整体的这波上涨3浪，它具体会在哪一个位置结束，我们需要重点再去研究一下这个3浪内部子浪的一个结构。接下来我们就要将时间调整到更小周期的日线图来看一下。从这波更小周期的日线图我们来看，这当中次级别的走势里面又走出了一个1、2、3、4、5、6、7、8、9，这是完整一波。那通过这样的一个结构，我们知道了日线当中它的3浪内部也会走出次级别的一个5波推动形态，1、2、3、4，目前是处于这个日线级别的第5浪当中等这个第5浪全部运行完毕，也就是我们刚才周线所说的那个蓝色段的子浪3。这里我们要判断4浪的低点的起始点，我们还要借助一下这个波浪，借助一下时间跨度的概念。第一次的2浪调整了13天，这一次4浪调整的时间到低点我们可以看用时14天，
14个交易日，基本符合这个波浪理论当中最后一个要素时间的这个观念。那也就意味着从这个9月4号的低点 16.93 开始，它其实就是步入到了日线级别第5个子浪当中。借助这种方式，我们同样还是要先用一下浪尺来测算一下紫色段的子浪3和第5浪的一个幅度比例关系。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就看到了整体向上 25.80 或者 22.40 都是需要我们去关注的一个位置。至于说这波第5浪日线级别的第5浪，它的内部是否能再次发展出一个5波的终结楔形，那么我们要后期再次继续去跟踪。但是整体来看，我个人认为通过这样周线、日线的一系列的划分，那么我们在处于现在的价格 21.20 附近来看，22可能距离目前的价格太近，但是整体来看上面有23和 25.40 的位置，那也就是说23到 25.40 这两个位置目标价格压力概率更大一些。那短期其实向上的空间来看的话大致就是2块钱到4块钱的一个空间10%到不到10%到 20% 这样一个幅度，因为它毕竟是处于这个周线级别子浪3的内部3浪5的这样一个后半程了。所以这一块如果去追的话，相对来说的话，我个人认为可能会风险比较大。真正要参与也是等待后期这一段走势子浪4的调整出现之后，我们再考虑参与最后一个子浪5的一个波段上涨。当然你如果自己已经提前前期比如在相对的低位进场的，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你可以继续拿着等待后期23或 25.40 附近，如果出现周线的顶分型或十字星的话，就要开始考虑减仓。如果没有出现，那就一直拿着等待最后这个子浪3全部行情的结束。所以当前直接去追的话，短线可能还有些许空间，但是个人认为盈亏比不是很合适最好是等待后期子浪4的调整出现之后，我们再考虑再次的一个参与。比如说经过1-2个月，这个子浪3在 25.50 结束了，那到时候我只需要把这一波的整体的高低点通过黄金分割划分出来，通过黄金分割我们就能得到下方的一些支撑，那届时我们就要考虑236和382中值的位置就可以等待这个位置出现，是否出现子浪4的调整的一个底分型十字星，我们再参与最后这个子浪5的再次上涨。当前其实已经错过了这一波整体上涨行情爆发的大部分涨幅，所以当前你不能因为看着它涨势很猛就选择冲进去，有可能会出现把你在高位高挂起的这种情况出现。所以大家对于当前的这支票整体走势，我个人看法依然看好，但是目前来说的话，没有潜在或者是可靠的上车的位置，只能等待后期新一轮的调整出现之后，我们才会去考虑再次布局这支票。好，以上就是本期我们关于港股广发证券的中长期的波浪结构形态的一个分析同时也告诉大家要关注下一次子浪4调整出现之后的这种波段机会。本期视频到结束，我们下期再见。